今天介绍这部2024美国恐怖悬疑片《英豪杀手》完整版。本片改编自真实事件，让人看得太解气了。话说那晚正好是万圣节，小乔突然他听见了婴儿的哭声，于是端着酒杯推开了房门，但是那个婴儿声消失，于是他就关上房门，接茬看着恐怖片。他隐约再次听见婴儿的声音，于是走到院子里看看，他踩到了玻璃渣子，抬头一看，应该是摄像头被砸烂，这个也没有引起他的警觉，还继续循着婴儿的哭声往前走去，走到面前才发现那是只是一部手机而已。这是一个黑影走到小乔的身后。看完这一幕，我觉得这部片子恐怖氛围的营造充满了诡异，又是杀手，又是婴儿的哭声，节奏把控的很棒，而且来源真实事件，这绝对值得一看。接下来故事将如何演绎，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以上这个事件不是孤立的，科学家研究表明，女性天生容易受到婴儿哭声的侵扰，会激发出同情心与母爱，即使没有育儿经验的女人也能被激起这个本能的反应。9个月以后，小乔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，那晚她被杀手侵犯，还好没有要她的命。不久她还怀孕了，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那个杀手留下的种。现在小乔在家里工作，主要的内容就是接听热线电话，为对方提供心理咨询和开导工作。来电话的人什么年龄段的都有。这时他接听了一位16岁女孩丽丽的电话，她已经怀孕了，不知该怎么办。父母都是很传统的人，小乔自然安慰她，帮她出主意，两人互相聊了起来。当然这个费用都很贵的，学生也只能支付得起5分钟而已。他们约好下次再打电话。今天他上晚班，这是他的第一个电话，现在还不忙。他的好友就趁机电话打进来，因为他听说那个连环杀手被抓，所以他就跟小乔说起这个事情，毕竟这是件开心的事情。然后小乔跟往常一样平静，他总觉得凶手还在逍遥法外，电视上被公布的那个人应该不是杀手。小乔永远不会忘记杀手的声音。 I'll never forget his voice. Baby girl. I'll never forget him whispering into my ear before he did what he did. 随后有客户电话进来，小乔就接听客户的电话去了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小乔自己给做饭吃。那天他正在炒菜，突然背后出现一个人影，弄了半天那是小乔的幻觉。这时有电话打进来，很奇怪就是没有人说话，随后对方就挂断了电话。这是网上发布了一篇对杀手的深度挖掘文章，作者对于媒体称呼连环杀人犯为绅士感到困惑，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？那是媒体受他所使用诱骗女人出门的手法引发而来。他利用事先录制好的婴儿哭声将女性诱骗出来，侵犯了她们。一篇即时视频新闻弹了出来，新闻显示嫌疑人目前是36岁的爱德华，法官目前打算判他无期徒刑，但是疑犯爱德华死活不承认自己犯下罪过。他表示自己从未给任何人下过药，从未强奸过任何人，从来也没有杀过人。这把小乔看傻了，虽然他也怀疑那个疑犯不是真的，但是从爱德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，感觉还是不一样啊。突然小乔听见屋子里有动静，他看见一只黑手推开了一扇门，原来又是幻觉，离上班还有5分钟。闺蜜打来电话聊天，大家注意看，在小乔的身后墙角站了一个蒙面黑衣人。小乔茫然不知，继续聊得热火朝天。电话里小乔对那名杀手的恨那是无以复加的，他有时希望杀手出现在眼前，这样他就能亲手报仇。晚餐吃完后，他发现洗碗台子上多了一瓶红酒，他也想不起什么时候买的。有时他开车出去，他都会感觉杀手坐在车子的后面，但是一晃就消失。当然他也知道是自己出现了幻觉。那天下午有人敲门也不说话就走了，小乔开门一看，地上放着一个小纸盒，他拆开一看，感觉像是一个儿童对讲机，他就顺手放在柜子上。他一转身竟然踩到了一个橡皮娃娃，而且还带有哭声。小乔只好蹲下来把橡皮娃娃捡了起来，因为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。于是想了几秒钟后，顺手把橡皮娃娃丢进了收纳篮里。大家注意看，剪刀已落在地板上了。这时有客户打电话进来，是位先生，开口就问小乔现在穿什么衣服。哎呀，这是很没有礼貌的，而且对方还知道小乔在家里办公，他就把电话挂掉了。其实平常他很少能接听到这样骚扰电话，因为系统后台是要对客户过滤的。天色刚黑，又有人敲门，然后就走了。小乔打开门一看，地上放着一个大的文件袋，刚要拆开看看，
一名记者打电话要来采访小乔，请他说说对杀手被抓一事的看法。小乔当然拒绝了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小乔继续上夜班，在正式开工之前，小乔把家里的垃圾丢出去，不远处的树下站着一个黑衣人。小乔注意力都放在收听博客节目去了，对此他毫无感知。回到家，小乔启动了智能防盗措施，他这才想起昨晚的那个大文件袋，拆开一看，竟然是一张大唱片。他放上去一听，竟然是摇篮曲。他想破脑袋都不明白究竟是谁寄来的。就在这时，他听见泳池传来动静，于是就拿起一根钩矛防身。他走进了后院子，然后拨通了闺蜜的电话，让她也听听院子里的声音。因为小乔听见了婴儿的哭声，她很肯定地告诉闺蜜，那个杀手已经来了，之前还寄了一张唱片过来。闺蜜仔细听完以后，觉得不像是婴儿的哭声，因为猫的叫声也是有可能的，就让小乔回屋里去上网听听猫的叫声。于是小乔就回屋把门反锁死，重新启动了智能防盗装置，然后就在网上真的找到了有一种猫的叫声，就跟人类的婴儿一样的声音。这下小乔放下心来，想想刚才的行为确实有点傻。闺蜜挂断电话后，小乔就倒了一杯酒压压惊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男人的电话又打进来，他暗示小乔正在喝酒，而且还知道以小乔现在的状况是不能喝酒的。这下轮到小乔大吃一惊，很明显对方知根知底啊。这时他又听见了婴儿的哭声，于是就把电话挂断。看到这里，导演一直在铺垫，仔细看的小伙伴应该能猜出，那个杀手其实就在房子的四周，时不时的观察着小乔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杀手为何要这样做呢？小乔觉得今晚不太对劲了，于是就跟后台打电话，把那个男人电话反映给他们去处理。他希望能查到那个男人的来电号码。后台工作人员表示，都是系统自动分配的，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之前的那个16岁的女生丽丽打来电话，开心地告诉小乔她没有自杀。聊了几句后，丽丽觉得小乔心事重重，就让她也敞开心扉说几句。He said he'd come back if I got pregnant. You're pregnant? Why didn't you say something before? 原来小乔怀的孩子真是那个杀手的，而杀手还威胁过他，如果小乔胆敢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，他就会杀了他。也就是说，杀手会回来的。这就让丽丽非常的好奇。小乔就解释说，杀手认为孩子当着他的面出生是作为继承他的一种方式。小乔找了包括心理医生在内任何方法，都无法克服现在的心理困境，无法不去想那晚的经历。接着小乔又跟丽丽大倒苦水，直到丽丽的妈妈回家，他们就挂断了电话。讲完这个电话，小乔也下班了。他从明天起上白班，现在他的情绪非常的低落，渐渐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这是一位多么孤独的单亲妈妈。突然玻璃门出现一个面具人，几秒以后小乔从梦中惊醒，那个面具人也消失了。下一秒院子里传来婴儿的哭声，小乔听着自然受不了，下意识的忘了往钩矛。其实他在桌底藏了一把手枪，看样子他早有准备。随即他拿上枪，先是解除了防盗系统，然后走到院子里，他已经感觉到杀手来到这里。 Why don't you show yourself? Huh? I've been waiting for you. 就这会杀手已经进入到屋内，小乔还茫然不知道。看了一会没有动静，小乔就回屋反锁了玻璃门。他发现餐台的红酒倒了，洒了很多酒水到地上，于是就把枪放在台子上，他就蹲下来把红酒抹干。等小乔站起来的时候，那把枪不见了，而且桌面的所有刀具都不见了。接着唱片机突然播放摇篮曲，看这样子都是人为的。小乔的脑袋发晕了，接着大门再次锁上，小乔赶紧去看智能系统，这下完蛋了，系统竟然失灵了，所有网线、电话线统统被切断。小乔意识到杀手已经进屋了，于是就跑到洗手间的马桶处，他还藏了一把枪。哎呀，小乔这次准备的非常充分了。小乔就听见柜子上那个前天捡的儿童对讲机发出声响，走过去摆弄了一下，接通了杀手的对讲机。 I thought you said you'd know my voice anywhere. Or maybe you did. You just didn't want to admit it to yourself. Baby girl. 小乔拿起对讲机就问杀手在哪里。杀手表示这个对讲机的范围在200公尺范围内，说明他就在小乔的身边。小乔发誓今晚必须找出杀手报仇，然后打开房门。吓得小乔赶紧跑回屋内，杀手就站在房门外。
他承认已经监视小乔有一段时间了，让小乔不要想着逃跑，那是没有用。他早就把小乔的手机拿在手上。小乔悄悄走到房门后面，从顶部的玻璃望去，杀手已经不见了。于是小乔就想从后院逃走，哪知杀手早已在那等候多时。小乔吓得跑回屋内，再次把房门关上。对讲机传来杀手的声音，意思是小乔别浪费力气，他所有的举动他都能看见，让小乔必须待在屋内，把孩子生出来。小乔也不傻，就把屋内电源都关了。这下杀手不可能还看得见。当他爬出围墙想逃命时，他想起了跟丽丽说的话。Show up. Just so I know I'm not crazy. What would you do if he did? 小乔坚强地返回屋内，今晚他决定豁出去，必须报仇才行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羊水破了，肚子开始翻腾，看样子婴儿要早产了。小乔就拿起对讲质问杀手到底想怎么样，可是无论小乔怎么做和说，杀手就是不现身。当拿起酒杯的时候，杀手现身了，他似乎不喜欢小乔喝酒。就在这时，小乔又开始宫缩了，大量的羊水流出来。这一幕被杀手看得清清楚楚，小乔偏不让杀手看见，所有能遮住的地方都遮严实了。然而这对杀手来讲就是小儿科，他正大光明的从大门开锁进来，反倒是小乔躲了起来。杀手找了一圈也没看见小乔，然后被婴儿声吸引到衣柜处。小乔走到杀手的身后，用枪指着他。Babies aren't born that quickly, jackass. Guess I found that one after all. 哇塞，小乔还是没有杀手聪明，被他一巴掌打倒在地。随后小乔被绑了起来，杀手竟然还吻了小乔，哇塞，这也是非常的瘆人。小乔不服气，吐了一口痰到杀手脸上，随即挨了杀手一耳光。杀手出去找毛巾，想帮小乔清理一下，因为他觉得小乔现在狼狈极了。小乔忘了往唱片机，就听见一阵的响声。等杀手拿着毛巾进来，他已经用碎唱片在割胶带。杀手觉得小乔马上就要生孩子，他要看着孩子出生。小乔割断胶带，就跑进了那间遗落剪刀的房间。杀手太过轻敌了，因为那些利器他都收走了，于是慢悠悠的走去。And I just couldn't prove it. Until now. 杀手没想到自己接连被捅了2下，接着小乔又朝着自己的肚子捅进去。哎呀，大肚子竟然是假的，里面还放了一把枪。杀手绝望了，小乔一边开枪一边把这9个月如何做的准备告诉了杀手，所做的一切就让杀手相信她怀孕了。小乔说出来就是让他死的服气，至于面具的下面是谁，他无所谓了。然后一枪结束杀手的性命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认为本片拍摄比较好看，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3星半。影片后半部分高潮迭起，反转不断，女主把一位要复仇的女性表演的淋漓尽致，超乎我的想象，看着十分过瘾。这在小成本的片子里算是很不错的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